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拿了3家偏偏，马上就到了大四狗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了。今天说一部关于面试的电影《终极面试》，招人的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医疗公司，参加面试的一共有8个人，分别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也具有不同的性格。其中有4个男人，性格嚣张跋扈、黄子大的小白，信仰基督的小黑，满脸胡子的印度男和一个神叨叨的中年大叔。然后是4个女人，说广东话的中国女孩，学心理学的眼镜女，沉稳干练的金发女，以及涂了红唇的大波浪。主考官对所有面试者说：现在你们面前有一个问题，需要给出一个答案，禁止跟考官和保安交流，禁止损毁自己的试卷，禁止离开这个房间，违反任何一条就算出局。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你都说了跟你交流会出局，谁他妈还敢说话呀？然后考试开始了，时间是80分钟，8个人兴冲冲的翻过试卷，一看尼玛太坑爹了，卷子上一个字都没有。中国女孩心说不就是考试吗？还能难得倒我们这些学霸中国人？即兴作文我最擅长了，开写，结果只写了1句就被保安赶了出去。中国女孩 out， 看来在试卷上写字也算是损毁试卷。大家吓得赶紧放下了铅笔。这个时候小白开枪了，禁止和考官、保安交流，但是没说不让面试者之间交流啊。也就是说，没有被考官禁止的事情，哪怕你杀人放火都不会出局。大家猜测考官说的面前的问题，可能是用隐形墨水写的，肉眼无法识别。大波浪把试卷对准了墙上的灯光，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金发女说：难道是用铅笔描出来？小黑说：看来你是忘了中国女孩是怎么铺盖的了。还说光除了可见光还有不可见光。小黑在墙缝里发现了紧急照明灯，说不定就是紫外线或者红外线。大波浪提议大家人工制造出一个紧急情况，然后把所有的灯全部打碎了。紧急照明灯果然亮了起来，发出了像验钞机一样的蓝光。大家把试卷对准了墙缝里的蓝灯，果然还是一点卵用都没有。眼镜女说这个应急灯后面好像还有一层，然后大家把所有的蓝灯也打碎了，里面的红色应急照明灯居然也亮了起来。大家拿着试卷对着红灯再一照，这几张破试卷今天就他妈没出来过字儿。小白说咱们可以拿已经淘汰的中国女孩的试卷做实验啊，然后拿铅笔涂了起来，没用。难道是用水把试卷弄湿？小白直接在纸上撒尿，没用。你看我都懒得破解情绪了，反正怎么试都没用。这时候一直没说过话的中年大叔开枪了，说的还是大部分人听不懂的法语。眼镜女翻译过来，大概意思就是让大家用力瞅，使劲瞅。小白说瞅你妈逼啊，这不是一个字都没有吗？你瞅啥啊瞅？印度男分析我们肯定是被这家公司的老板给耍了，他们正通过摄像头看我们直播呢。有钱人都是寻求心理推理的变态。眼镜女说这家公司就 CEO 一个人说了算，他特别喜欢观察面试者，如果有人在摄像头后面，那一定也是他。大波浪来到了保安的身边，虽然不能说，但是我可以摸呀。然后就从保安的裤裆里掏出了一根大然后就从保安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打火机。大波浪并不是想烧试卷，而是想点火打开火警传感器，因为试卷的材料很像相片纸，红色的灯光也很像照相馆里的暗室灯光。如果消防孔喷出来的不是水，而是显影液呢？小白就把废弃的试卷递给了大波浪，让他点燃。终于成功打开了消防孔，喷下来的液体果然就是普通的水而已。大波浪回到自己的桌前，发现自己的试卷不见了。原来小白拿给他点燃的不是中国女孩的废弃试卷，而是大波浪自己的试卷。大波浪印度男偶然发现房间里的灯是声控的，说开灯就亮，说关灯就灭。然后小白又故意刺激中年大叔，诱导他撕掉了自己的试卷。中年大叔小黑非常愤怒对小白说：你他妈是有病吧？好意思用小白这个名字吗？在偏偏说的电影里，小白都是给主角这种正面角色用的，结果你丫的居然比我这个小黑还坏。然后一拳把小白干蒙圈了，还把后面的小白绑了起来。小白醒过来说自己确实有病，每隔1小时就要吃1粒药丸，如果不吃药丸，那么他也要完。但是小黑翻遍了小白的口袋，也没有找到药丸，然后小白就昏过去了。眼镜女说她怀疑小白是公司内部人员派进来的卧底，目的就是搅浑水让他们起内讧。但是印度男却说眼镜女更像是卧底，因为只有眼镜女对这家公司的内部信息了如指掌，包括 CEO 的面试习惯。说完就把眼镜女绑了起来，滥用私刑，拿试卷当武器对准了眼镜女的眼睛。我操，还有这种操作！眼镜女终于承认自己确实是这家公司的员工，是内部精聘参加的这次面试，但是她也不知道考官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昏迷的小白开始抽搐，说明他没有说谎，真的有病。而药丸其实是被印度男偷走，还扔进了下水道里。眼镜女对着摄像头求助：你们赶紧进来呀，要出人命啦！因为她对摄像头说话也算是和考官交流，所以眼镜女 out。机智的金发女用发卡夹出了药丸，喂给了小白，救了他一命。小白醒过来以后说，他终于明白了考官说的那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了。这次面试就是大家面临的问题，而面试者就是考官要的答案，所以只有那个留到了最后没有被淘汰的人才能通过面试。小白打倒了小黑和印度男，抢到了保安大哥的手枪威胁大家，却发现手枪加了指纹锁，只能用保安的手指才能开枪，所以小白就借用了一下保安的右手。保安大哥居然也没有反抗，任小白摆布。大势已去的印度男只能乖乖走出房间。印度男 out。金发女在走出房间的时候大喊一声关灯，然后房间里漆黑一片。小黑上去想夺走小白的手枪，但是灯亮以后发现小黑中弹倒地，而金发女因为还有半只脚留在房间内，所以并没有出局。这时候80分钟终于过去了，小白对着摄像头大喊：老子赢了，让老子入职吧！保安大哥走过来给小白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居然还没到80分钟。他仔细研究了一下房间里的时钟，按红色的按钮时间就会重启，按蓝色的按钮时间就会加速。原来那个中年大叔就是这家公司的 CEO， 他偷偷按过蓝色按钮让时间加速。而刚才小白对着摄像头说话也算和考官交流，所以小白 out。中年大叔临走的时候还留下了一副眼镜，金发女用眼镜和桌上的玻璃碎片组成了一个显微镜，终于在试卷上发现了问题1几个字。他也终于想起了考官的那段话 Any questions？ 他问的那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才是这场面试里唯一的一个问题。然后金发女对中年大叔 CEO 回答没有问题，顺利通过了面试。而射中小黑的子弹里含有公司新开发的特效药，所以小黑不但没死，身上的疾病也被治好了。好了，这部片子说完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的话欢迎给偏偏留言评论，反正我也不一定回答。拜了个拜。